在30岁之前赚到100万所应该有的心态。你过后浪费5年10年的时间，你不要怪我。你要 look rich 还是要 be rich？ 给很多人都讲，哎呀，小孩子在做选择，我2个都要。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Paul。然后差不多有1个月多没有上视频了吧？因为我去沙巴潜水，然后人也变得比较黑，希望你看不是很出来啦。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关于在30岁之前赚到100万所应该要有的心态，要有的 mindset。OK， 所以这个是我跟一个朋友讨论出来的心得啦，可能它是比较 personalized 的，因为自己的成长经历啊，或者是家庭背景，所以可能你会有共鸣，或可能你会不 agree to certain point。如果你不 agree 的话，那都以你为对，你都是对的，所以不需要 argue。Alright， 然后这个视频呢也是比较 target for 那些刚出来的20多岁要出来毕业的年轻人，或者是刚踏入职场的，因为希望在你们踏入职场之前有对的 mindset， 这样子当你在你这个从20多岁到30岁这个路程能够走得更顺，然后有一个对的 mindset。 然后 mindset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是因为 mindset 会让你有 desire， 你的 desire 会让你有 certain action， 到最后 action 就会 lead to 你的这个 outcome。 所以 whatever outcome you get is from the mindset you have. So with the right mindset is very important. OK， 所以你要有一个对的心态，这样子你才会得到很好的结果。OK， 然后今天的这个视频呢，是以一个打工人的视角来做分享。OK， 很多的可能比较多的视频是讲赚到100万，都以做生意的视角来跟大家分享啦。OK， 所以因为做生意是比较 scalable 的嘛，你能够去在短时间里面去做更多东西，不需要去用时间去换金钱。OK， 所以我的视角是以打工人比较当然是比较用时间去换取金钱的这个东西，所以它也是 doable 的。希望这个视角能够帮助到你，因为我相信更多的年轻人都是在这个打工的阶层上面，所以如何在这个视角让你能够看到一个出路。OK，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 benefit， 然后我们就去今天的第一个点。OK， 第一个点呢，就是你要 look rich 还是要 be rich。 OK， 很多人都讲，哎呀，小孩子在做选择，我2个都要，我要 look rich， 我也是要 be rich。OK， 可是你对一个20多岁的年轻小伙子来讲，你要 look rich， 你也要 be rich， 这个是很难做到的。OK， 除非你你是很金汤匙出身，不然你真的是第一份工作你就 land 到很好的工作，你可能是一个 management trainee 在一个很 top 的 company 上面。OK， 是有这样的人，无可否认，可是他是占少数的。Alright，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以大多数人来讲 ，generalize 来讲，就是你一定要做选择，你要 look rich， 要 be rich。所以在我的这个看法呢，当然是我们要 be rich，OK，因为be rich 是你真正荷包上面是有钱的 ，OK，look rich 是你表面可能光鲜亮丽，可是你可能后面你是卡在累累的 ，Alright， 所以 look rich 很多时候它是由外而内的因素而影响到你的，它就是物质上的东西，然后很多时候就是可能你身边的人，可能他看起来比较有钱，可能他买名牌包包、名牌的车、鞋子什么东西都是名牌的，然后可能他会带给你一些压力，就是人家穿的名牌，可能我也要穿哦，就想要 impress 人家啦，这些都是人正常的一个心态嘛，就是我想要去 impress 人家，我也要有人家有的东西，为什么我不可以有人家有的东西 ？OK， 人都会有这样子的这个心态，无可否认。OK， 不是讲这个是不好，可是它到最后它会影响到你的这个ultimate goal 啦。OK， 然后这个东西它也会影响到你的 emotion。就假如说你现在买了一个1000块的名牌的东西，你觉得自己很够力了，可是你现在看到另外一个人他买了3000块名牌的东西，我想哇，比我更好哦，那个还更够力一点哦。OK， 这样子我又要存钱了咯，又要存钱买那个东西了咯，然后你就觉得很失望，或者是不开心这样子。就很多时候你很难去控制你自己的这个 emotion， 因为你会看到人家有比你更好的东西，然后你就会被影响。OK， 所以这个 ultimately 它会影响你的 emotion， 它也会影响到你的 spending habit。所以你的 spending habit， 你看到人家有，你也要有，这样子的话，你就会很难去做一个 budgeting， 或者是你很难去 control 你自己的这个花费。所以这些都是很 related to tangible stuff 的东西，就是你能够动到，你能够看到，所以这些都是 look rich 的这个特征啊。所以很多时候你会看到一些
人驾名牌车，可是你不需要真正去羡慕他，因为你也不知道他背后他付的那个贷款是多少，每个月需要偿还东西，然后他要养车呢，需要还insurance，需要去保养他的车，这些都是 cost 来的。然后每年因为这些 cost， 到底他能不能够 build 到他最后自己的那个 net worth， 那个你也不知道 ，OK？ 所以不需要去羡慕，就是你做好你自己，你能够 build 你自己的 net worth， 你能够 build 自己的这些自己的 goal， 我觉得这个就是已经是足够了的 ，OK？ 我这边要着重的 mindset 就是要 be rich，OK？ 因为 be rich 它是真正的这个定义来讲，不是讲要赚到100万 ，OK？Be rich 的，我觉得在这边我的这个定义来讲是，它能够让你有足够的金钱来达到你心灵上的这个满足，能够让你去做任何你想要做的决定 ，without being too pressure on the financial status。OK， 就好像假设说，我现在可以突然间失去工作。但我也是可以很开心，因为我有足够的钱去 support 我自己，我也能够有自由去做一些我要去做的东西，因为我有了那个 financial 的这个安全区。OK， 就是我能够 fall back， 没有工作了，我也能够 fall back， 就是这是很重要的。我觉得这个是真正要的be rich 啦 ，OK， 而不是讲我真的是要赚了100万，不是这样子。OK， 可能你500千就能够给到你这个安全感。它能够给到你和你的家人安全感，我觉得这就已经是很好了的。OK， 你不会为了下一个月而愁吃愁穿。OK， 你可以能够做任何你要的这个决定，你可以买你要买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就是 be rich 能够做到最好的东西。OK， 而且当你自己有这个定义的时候，你可能定义这个 OK， 我有500千，我就是已经是够 rich 了的。这样子你不会有一个无止境的追求。OK， 为什么我们不要有无止境的追求？不是讲你赚了500千，你要去追一个100万是坏事 ，OK， 不是讲是坏事。但是当你有一个 milestone 去定义你自己 be rich 的 milestone 的话，你至少也能够知道这个东西能够让你满足 ，OK。然后可能你可以 shift 一些 attention 在可能家庭上，或者是可能朋友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东西，就是不是所有东西是在金钱上面的，所以我们不是一味只 focus 在金钱上面，因为金钱它就只是一个 tool， 让你能够得到一些东西，真正能够带你给你满足的其实是你身旁其他的东西 ，OK？ 所以 be rich 很多时候上是关于这些 intangible 的东西，就是你看不到、摸不到 ，OK？ 可能这是你感觉到的东西，就好像这些像亲情啊，这些情是你摸不到的，可是你是感觉得到的东西。OK， 这些你能够有时间跟家人一起去做你想要做的东西，这些都是很珍贵的东西。可是很多时候这个的前提就是你要有足够的钱，你才可以去 enjoy 那个东西。OK， 所以很多时候这个是一些不争的事实啦。所以我觉得当你的头脑有不需要去愁吃愁穿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最好的 state。所以你会看到很像瑞士人的这一个，我之前看到一个报道了，就是瑞士人的这个居民，但你知道瑞士人他们的 GDP 很高的，他们的人均收入也是非常高。OK， 你会看到这个他们也是有很多名牌表、名牌包，而且他们卖特别多名牌包的哦。可是他们当地人并不像亚洲人这样买特别多的名牌包，然后穿在马路上走来走去，你不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一个赚这样多钱的人的国家，然后他们又有这样的名牌包，可是他们自己不带 ，OK？ 因为他们已经到了一个 level， 是我已经有很多钱了，我不需要去特地去买这个包，然后来去好像去 upgrade 我自己的这一个 status 这样子，他不需要做这个东西，他们反而注重的是他们自己心灵上的东西，他们跟家人的这个关系，他们跟朋友之间的关系，这些种种的东西。OK， 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啦，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OK， 所以最后总结的就是，我们应该要 be rich， 而不是 look rich。OK， 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一直要记住第一个点。OK， 因为这个很重要是，很多时候你会摇摆，因为你看到有些人他做了一些可能你就觉得你会羡慕啦 ，OK， 这个羡慕这个东西真的是羡慕或嫉妒，很长时间都会
无形中出现在你生活里面的 ，OK， 所以你要时时记住这个第一个点 ，OK， 当你有记住这个点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应该 focus on 你的 goal， 你应该 be rich， 而不是去花在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上面 ，OK， 第三个点呢，就是也是挺重要的，就是我们应该着重于 build 我们自己的 skill set， 然后让我们的这个主要的收入啊 ，primary income 能够大大的增加 ，OK， 而不是透过投资 ，OK，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在一开始我20多岁的时候要出来毕业的时候，我也是已经开始有投资了 ，OK， 就是我希望有了这个10,000块，我能够慢慢滚，10,000块滚20,000，20,000滚40,000，40,000滚80,000，80,000滚160,000，160,000滚320,000 ，OK。试试哦，跟你讲，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OK， 如果你的 primary income， 你的主要收入没有增加的话，你纯粹要透过 investment 去 build 这一个你的 net worth 是不可能的事情。OK， 因为真正来讲，散户要能够达到翻倍的 return 的话是很难的。OK， 因为你只要有可能其中1年它的那个 return 跌到很够力的话，其实它很多时候就会外包掉你的那个很多年的投资的赚了。反而是如果你投资你的时间在那个你自己的这个 skill set 上面 ，OK， 这个能够让你赚更多钱，能够让你翻倍的赚钱，能够让你能够长期的稳定的去拿到那个 return 的话，我觉得那个是更好的。OK， 可是这边的 keyword 是那个 skill set， 你要知道你自己的 skill set 是不是 high value 的 skill set。如果你的 skill set 现在不是 high value 的话，就是不能够让你赚到很多钱的话，这样你就要去思考，你能不能够去转换跑道，去赚更多的钱，去可能透过either是如果你有一个很特别的技能，你能够去 charge 很高的钱，那就去做，那就去钻研那个东西，让它更精，做到更好，做到更少人能够做到的东西，你能够 charge 更多钱。OK， 不然就是有些人他们就转去做 sales，OK， 做 sales 你口才好，厉害讲话，你能够卖更多东西，那个也是能够让你赚更多钱，而且那个东西是 scalable 的，就是你能够 scale 那个东西变大，或者你可以教人家做那个东西 ，OK，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你要去思考，然后去反复去看你自己做的东西是不是让人家能够有 value 的啦 ，OK， 所以这是很重要。就给大家一个例子啦，我身边是有2个朋友，一个是读 business 的背景，还有一个是 mechanical 的背景，然后他们都看到做这个 software engineer 做 software 这一方面，在这一个 period of time 是很赚钱的 ，OK， 就是在 software 行业上面，你都会普遍上看到他们的 average salary 都是比较高的，所以他们就花了1年或2年的时间自己去学。可能在 Udemy 上面去学这样子做 coding， 然后1-2年过后，他们转行去做那个 software engineer， 他们赚的钱可以说是翻倍的，就是赚更多的，让他们的生活会更好，也让他们能够有更多的这个经济来源。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啦，就是你自己是需要去牺牲一点时间去学一个新的 skill， 然后让你能够去转型。OK， 这个东西可能是花1-2年的时间，可是这1-2年的时间能够大大的带给你可能10年、20年的回报。OK， 所以这个是你可以去考虑的东西。因为这一集好像录到有点太长了，所以我们这边就停一下，我们就 stop 在这可能9到10分钟，我会把接下来的点移去下一步，所以我们会分上下，所以大家敬请期待下一步，我可能会在1-2天里面把它 upload 上来。OK， 拜拜。Hello， 插播一下，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帮助到你，记得帮忙按赞、分享，